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在欧美国家这边呢开始非常流行的一个住房的现象，就是叫做 Build to Rent， 直译翻成中文呢是叫做房子建只是纯粹为了出租的。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年轻人呢，开始呢都被现在全球居高不下的房价呢压得有点喘不过气。你可能是在苦恼着要怎么样去攒够首付去买一套房的路上，又或者是说呢，你已经买了一套房子，但是每一个月呢要还那个按揭贷款呢，而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呢，其实普遍来说，拥有自己的一套房子呢，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我们身为亚洲人的一个思维。我们呢从小呢，父母呢就灌输我们的一个理念，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呢，我们都总得要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这也是我们上一辈的那些父母呢，他们不管怎么样都是努力的去攒钱去买下一套房，好让我们能够从小呢就有一个家，能够跟父母住在一起。然后慢慢我们长大了之后呢，我们可能是需要更多的一些个人空间啊，或者是离开爸妈去一些大城市工作啊，又或者是自己成家了，然后需要到拥有自己的一套房，跟自己的另一半有个人的私人空间。这也促使了我们这一辈的人呢，也开始呢都是要为买入自己的房子而做准备。但是呢，这个拥有自己一套房子的思维呢，其实呢，并没有在欧美人的眼中是看得那么的重要的。特别是有一部分的欧美人，甚至呢，只是把这一个房子当成是一个生活成本。大家所熟悉的，像一些全球最幸福的国家，大多数都集中在那些北欧那边，比方说是像丹麦啊、挪威啊、冰岛这些国家呢，在那边呢，房子呢并不特别是一个投资的工具。很多的人呢，在那边的住房呢，其实并不是住在自己的房子，而是他们是以租的方式去解决这一个房子的问题。这几年来，开始在欧美国家兴起了一个新现象，就是叫做 Build to Rent。这些房子发展商，他们建房的纯粹目的并不是出售给我们普通人的，而是说当它盖好之后呢，它是直接拿来去做出租的用途用的。这个现象呢，现在在英国啊、德国、法国、日本甚至美国呢，都已经慢慢开始形成一个主流的现象。而在2年前呢，这个现象也开始终于的在澳洲这边有了第一套它的 Build to Rent 的项目。在澳洲现在呢，平均呢有31%的人呢都是属于租房子住的。这一个比例呢，可能你们会觉得有点高，但是呢，你知不知道在北欧国家，他们那边的租房比例呢是达到了惊人的62%。也就是说，在北欧国家那边呢，有62%的人呢是租房子的。所以呢，这个新的 Build to Rent 租房的方案呢，也就是参考了这些北欧国家们他们的一些租房的一个制度。Build to Rent 顾名思义呢，就是开发商他们把这一栋住宅楼造好的时候呢，他们并不是说要把它出售给我们普通人的。他造的时候，他的所有的成本，大部分呢都是跟当地政府一起联合合作的。政府呢也因为这些居高不下的房价呢，开始面临了很多的一些社会问题，就是人们开始会指望政府能够做出一点什么来帮助他们能够买下房子。那从这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如果政府是资助那个开发商，然后建好之后呢，这一栋楼里面的每一个单位呢，都是拿来做出租的用途的，而开发商就是负责去管理这一些出租这一块部门的。到底这个 Build to Rent 的房子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它会不会是我们现在在这么高房价的一个环境之下呢，属于我们年轻人的另一类住房的方案呢？那下一期我会再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